公元前7世纪初，随着郑国的衰弱，面对南方楚国的强势崛起与北方戎狄的频繁侵扰，中原列国竟毫无招架之力。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，东方大国齐国迎来了一位改变时代格局的君主，他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。齐桓公本名姜小白，是齐僖公的第3个儿子。他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，朝政混乱，政局不稳。为躲避潜在的祸患，公子纠在管仲的护送下逃往鲁国避难，而姜小白则在鲍叔牙的保护下流亡于莒国。公元前686年，公孙无知发动政变，弑杀齐襄公后自立为君。可他的统治并未长久，仅1年之后，公孙无知便被大臣拥领诛杀。齐国君位空悬，高氏和国氏暗中派人前往莒国，通知姜小白回国继承君位。鲁国得知消息后，一面出兵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，一面派管仲率军在半路设伏，企图阻止姜小白回国。两支队伍在途中相遇，管仲弯弓搭箭，一箭射中姜小白的腰带后，危急时刻，姜小白应声倒地装死，成功骗过管仲。随后，姜小白日夜兼程赶回齐国都城临淄，在高氏和国氏2大家族的支持下登上君位，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。齐桓公即位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出兵迎战鲁军。在前10之战中，齐军大获全胜，鲁军节节败退。在齐国的军事逼迫下，鲁国不得不杀死公子纠，并将管仲囚禁起来交给齐国处置。齐桓公本想处死管仲，但鲍叔牙却极力劝阻说，倘若君上只想把齐国治理好，那么有我和高系辅佐就足够了。但如果君上志在成就天下霸业，那就非管仲不可。齐桓公深知鲍叔牙的眼光，在与管仲谈论霸王之术时，齐桓公被其卓越的见识和深远的谋略深深折服，不禁大喜过望，当即任命管仲为相，将国家政事全权委托给他。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下，齐国很快实现国富兵强，齐桓公也开始着手对外称霸。公元前684年春，齐军大举进攻鲁国，鲁庄公采纳曹刿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的战术建议，在长勺之战中成功击退齐军，但此战并未改变齐强鲁弱的战略态势。同年冬季，齐桓公转而攻灭实力较弱的唐国。公元前681年，齐桓公再度出兵击败鲁国，并顺势灭掉遂国。接连的军事胜利让齐国的威望大幅提升。公元前679年，齐桓公在卷地召集诸侯会盟，被各国推举为盟主。此后数十年间，齐桓公凭借强盛国力，频繁与诸侯会盟和征战，先后迫使宋、鲁、郑、陈等国屈服，齐桓公霸业开始形成。从公元前664年起，北方的山戎和敌人部落势力不断扩张，频繁袭扰燕、邢、魏等诸侯国。面对外族入侵，齐桓公采纳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外交方针。他首先与燕国联手，出兵打败山戎，并将打下的土地赠与燕国，随后又会同宋国、曹国共同驱逐敌人，并帮助遭受敌人侵扰的邢国和魏国重建城邑。齐桓公这一系列扶持弱小诸侯的举动，赢得了列国的广泛赞誉，他在诸侯间的威望也迅速高涨。就在齐国忙于应对北方战事时，南方的楚国不断挥师北上，先后吞并了申、西、邓等诸侯国，势力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。为了遏制楚国北进的势头，公元前656年，齐桓公亲自率领齐、鲁、宋、陈等8国军队，兵锋直指楚国的盟国蔡国。蔡国实力薄弱，未经交战便望风而逃。随后，诸侯联军进驻楚国边境，陈兵示威，向楚国施压。楚成王见状，立即派大军迎战，但见联军声势浩大，不敢贸然与之交战，便派出大夫屈完前往联军大营进行交涉。屈完见到齐桓公后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君主您居于遥远的北海之滨，我们楚王居于南海之畔，两国相隔千里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，远道而来？”面对屈完的质问，
齐国相国管仲当即反驳，列举了楚国的2大过失。其一，楚国长期不向周天子进贡祭祀宗庙所用的包毛，违背了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。其二，当年周昭王南巡途中在楚国境内溺水身亡，楚国至今未给出合理解释。联军随后与楚军形成对峙局面，最终楚成王意识到与联军交战并无胜算，再次派屈完与齐国议和。齐桓公建议达到震慑楚国的目的，便在少陵与楚国正式订立盟约。少陵之盟的签订，让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巩固。公元前652年，齐桓公拥立太子正继位，是为周襄王。第2年的葵丘会盟上，周襄王特意派使者参加，并赐座于齐桓公，其霸业达到顶峰。然而，随着管仲的离世，齐桓公开始重用易牙、树雕等奸臣。公元前643年，年迈的齐桓公病重卧床，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。此时，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，相互攻伐。曾经叱咤风云、号令诸侯的齐桓公，在病榻之上被活活饿死，结局凄惨。随着齐桓公的离世，齐国称霸中原的时代也随之落幕。齐桓公的一生是春秋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。他以公子小白的身份，在乱世中凭借智慧与勇气夺得王位，以知人善任的胸襟重用管仲，成就齐国的强盛与自身的霸业，以尊王攘夷的战略团结诸侯，抵御外族，维护了中原地区的稳定。尽管他晚年昏聩，最终落得凄惨结局，但他开创了春秋争霸的先河，奠定了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的政治格局。其传奇人生与治国谋略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